拜堂，我才认识他。父亲生前最关心我的婚事，委托姑父黄阳修介绍他同族同村的一个姑娘，名叫黄存珠。父亲和母亲知道得很清楚，因为相距只5公里，又是亲戚地方，来往甚密。一说爹妈就同意了。女方的母亲只生2个女儿，总希望能选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女婿。老了，女儿女婿在自己身边的时间会多些，减少晚年的寂寞，也很同意。一天，父亲带着笑容问我：“孩子，你姑父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是他同村的，女孩长得好，性情贤淑，女工家务样样都能。小时就失去了父亲，由母亲培育成人的。他的母亲是个勤俭朴素的人，我和你妈都很同意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”我脸上觉得发烧，不知怎样回答。父亲认为我已默认，就定下了亲事。从此就当亲戚走，他家有喜事，我会去祝贺。他堂兄和我同学，暑假也乘机去走走，主要想见见他。村里村外的人都说她长得漂亮，但总是见不着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学在姑父的厅堂吃饭，他路过门口，一个同学手指门外，脸向着我说：“看，你的意中人，快快！”他听见厅堂有人让闹，走得更快。等我朝外看时，只见背影了，真使人不解。既然定下了终身伴侣，为什么不能见面呢？历史遗留下来的礼实在太束缚人了。父亲活着的时候，就已安排高小毕业后，我和侄儿都结婚，而且已经定好了婚礼日期。我1932年农历12月19日，侄儿农历12月20日，分别通知了女方。那时我才16周岁多。2场喜事接着办，3天多的喜宴，没有充分的准备是不可能的。母亲指使嫂子们龙骨舂米、酿酒、洗涤炊具家具、加料喂猪，哥哥们备柴备炭、筹款订猪，我则送帖、借备借屋、打扫客房、架床开铺、摆设桌椅、接请内亲，全家都忙得团团转，天天准备，日日盼望的喜庆日子终将来临了。可是连日雨雪交加，天寒地冻，山上已铺满了一层白皑皑的雪花，树木穿上透明的珊瑚外衣，屋檐上也挂上一条条参差不齐、凹凸不一的晶体冰柱，美丽极了，好像大地有意在装点，迎接我们的新婚。18日出晴，来祝贺新婚的亲友陆续来到。19日上午，木桥上的冰冻还没融化完，像琉璃瓦一样放光，滑溜溜的。轿夫不敢把花轿抬着过桥，我和一个青年亲戚接手抬过去。雪后的夕阳柔和地照在山岗上，分外娇娆。没到西山，就像含羞的姑娘，遮着自己的脸了。新娘到对河了，就要过桥。村里的孩子们在嚷叫着，接着锣鼓声、喇叭声交织着在一起，一步一步地接近。花轿抬到了大门口，接驾娘引导新娘进入厅堂。礼堂的神龛上花烛辉煌，香烟袅袅，两旁站满观礼的人。新娘头戴凤冠，身穿红色罗衣，头上罩着红头巾，遮得看不见脸孔。礼声喊着鸣炮奏乐，一拜天地，口里念着祝词：天作之合，天空良缘，天成佳偶。二拜祖宗，也念祝词：祖德流芳，源远流长，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。三新郎新娘相对鞠躬，饮交杯酒。礼声仍念着祝词：百年好合，夫妇齐眉，鸾凤和鸣，白头偕老，李成。
送新郎新娘入洞房，礼生边走边唱祝词。洞房花烛夜，神仙伴侣情。接着闹新房，要我们一人敬烟，一人点火。两人扛着茶壶斟茶，两人捧着茶壶杯敬茶，闹到半夜过后才散。入睡不久，东方已白。我们虽是父母包办婚姻，但总是互相尊敬，互相爱慕，情投意合，鱼水同欢，过着美好的新婚生活。我在他很高兴的时候问他，结婚前你总是躲躲闪闪，不给我看你，这是为什么？给你看见了，人家会笑我。他含笑回答，你看见过我没有？我也笑着问他，我从纸窗的小破口看见过你，并且看得非常清楚。他得意地回答，这种碰运气的婚姻方式，相传是前生注定的。也有的说，有个月下老人专门用赤绳系着男女的足，牵成夫妻。实际是父母做主，媒婆说和，没见过面，也没通过信，就许下终身，风险性是很大的。但我们的确是幸运者。结婚之后，我是真心的爱他，他也是一心一意的爱我。岳母住的村庄叫上黄家，近20户人家全都姓黄，都是一个家族，盛产粮油，虽无大富，也无大贫，勤俭持家，丰厚待客，蔚然成风。结婚后的第一个新征，就会按家乡习俗接新郎新娘回女方娘家。记得是正月初3，岳母办了很丰盛的宴席，全村各户都有男女来陪新贵人。各户也向岳母预定宴请新郎新娘的时间，一直定到元宵后，晨饭前上半午都有请吃点心的，夜晚喝夜酒，并分别向岳父母的内亲拜年，都是尽心尽意，美酒佳肴款待，亲戚邻里都称赞我们是郎才女貌，人间佳偶。岳母为我们忙个不停，那种勤劳朴素的形象，挚爱欢慰的心情，使我异常敬佩，在我的大脑里留下了永不消失的记忆。返回家里，已是正月20日，赶赴衡阳考中学，招生的学校都已考过了。好在和几个资新同学一同去找新民中学的资星级教师李辉阳，李教师同意补考，获得录取入学。想起父亲的遗言和家庭的境遇，下定决心认真听课，刻苦学习，每晚上床就寝，必将全日课程默念一遍才入睡。期末考试，我是全班成绩最优的，也是我现在新民中学各年级的60多个同学考分最高的。学校的通知书写明，下学期全免学费10元，那时用银元。李辉阳教师非常喜欢我，曾几次找我谈话，鼓励我继续努力，突破学校的学习记录。我带着胜利的豪情，满腔的喜悦回到家里，将考试成绩分别告知母亲和岳母、哥哥姐姐，他们都高兴极了。白天和哥哥们搞农活，分外起劲，休息时和猪一块谈国事，道家常。我逐渐将我的思想表达给猪。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太弱，政府太无能，中国人欺负中国人，显得非常聪明能干，可是见了外国人却是俯首贴耳，唯唯是诺。我们的家世代受人欺负，如果不自强自救，国将不国，家亦不家。父亲不在人世了，母亲做不了主，如哥哥们不同意我继续上学，我想外出找工作，和全国的青年们一道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强大国家。社会上没有人欺压人，我们就会有美满幸福的家庭，过美满幸福的生活。
朱梅反对，也莫表示赞同。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，说不尽的情，就这样在温馨的爱情里度过了一辈子仅有的假期。学校快开学了，我要求哥哥给钱去衡阳上学。哥哥说，家里经济困难，就在家搞农业吧。这2句话像是一盆冰水，猛泼我的头上，一直冷到脚跟。一切都完了，咋办？我哭了。学校开学后，李辉阳教师专函催我上学，我含着泪水给他回信：亲爱的李教师，我怀着极端痛苦和失望的心情向你陈述，我是一个苦命的学生，哥哥们不支持我上学了，从此我再也没机会听你的教诲，再也无法进入学校。但是我永远不会忘却你的爱护和鼓励。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做一个听天由命的懦夫，等于灵魂的自杀。我得冲破一切的阻力，我得走上我想走的路子。好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想支持这个频道，请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和订阅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